卖不掉啊，根本卖不掉。不是在掉价，就是在掉价的路上。光有卖的没有买的，主要还是市场需求低迷吧，市场完全消化不了啊。不值钱，不值钱的。咱们果农都是赔钱。做梦都没想到今年的西瓜能崩盘成这样，看着这100多个棚的西瓜欲哭无泪，这心就像刀割的一样疼。看着俺那口子天天没有日没夜的在大棚里干活，气里比鸡早，心里比猪晚。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，年产量高达3亿吨，但其中约有1200吨的水果因为销路不畅而无法正常的流通，最终会烂掉，经济损失高达4000亿人民币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水果滞销背后的原因。一个原因是中国老百姓消费降级，不敢花钱，造成水果价格大跌。水果之王榴莲身价腰斩，就连苹果这样的普通水果销量也是大减。有网友质疑，大家是不是都不吃水果了？水果滞销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体制的问题。果农都是一家一户比较分散，他们没有力量来销售，只能够碰运气，任人宰割。政府还对果农征收各种苛捐杂税，导致水果的运费和物流费用都是比较高的。真的是万万想不到啊！广西以水果出名的省份，竟然连水果都卖不出去了。我今天去广西水果批发市场见了一个做水果的贷款客户啊，他跟我讲，今年广西的水果生意啊，那是相当难做，销量比起往年下滑将近30%到40%呢。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，你说现在市场环境弱，大家挣钱能力差，消费降级，但是饭菜水果总得吃吧？连饭菜水果都不吃了，这是为啥？中国各地水果迎来了丰收季，但有一部分滞销。有些果实因为长时间没有卖出去，就烂在了地里，或者被白白的扔掉。几万斤的西瓜因为卖不出去，都只能扔到鱼塘里面喂鱼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崇左山区镇，这里被称为南国瓜乡，因为这里的西瓜以甜度高、产量大闻名全国。但是今年呢，这些西瓜烂在地里面都没有人收。而且你们这种瓜烂在地里面的都有多少？几万斤，那你多了，他就进车了，卖不得了。你种了多少亩西瓜地啊？几十亩。像今年这一茬，咱们西瓜要损失多少？2万多吧。损失这么大？现在中午2点钟，这么热的天，远远就看见阿姐一个人在这个果园里面忙，农民太难了。这些西瓜，这些百香果，都是阿姐家2个孩子未来的学费。伙食费，学费。30几年了，没有见过这么低迷的西瓜，2、3毛一斤，拿回去喂鱼的。一亩能卖个多少钱？基本都是亏本的，最多一亩3000到4000斤这样子。最多也就卖个1000块钱。是啊。这辆车只是其中一部分，还有很多车在来的路上。鲜红的瓜瓤在水中散开，这是一家人生活的盼头，也是瓜农破碎的希望。太让人揪心了。今年的西瓜怎么感觉突然之间就卖不动了嘞？要价格没价格，要销量没销量，大家都在说西瓜难卖啊。我总结了以下几点原因啊。第一点就是过度种植，天气因素集中上市。今年的温度原因啊，现阶段大部分产区的西瓜都差不多时间出来了。而且前段时间温度又特别不稳定，就比如我们四川，温度高的时候西瓜没有熟，温度低的时候，大家的西瓜都熟了，所有人都要卖，注定价格低迷啊。第二点就是经济啊，众所周知，这几年的经济确实下行了，很多人在城市里面收入不行，就不如回农村老家，自给自足，花销还小，而留在城市里的人，生活压力也大，尽量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啊。中国水果虽然产量大，但却陷入了丰产不丰收、有量无市的窘境。有网友说，中国不缺水果，缺的是好水果。的确是这样的，中国水果缺乏优质的本地品种，同时产业发展缓慢，产品采摘、分选、包装严格落后，就出现大量的低档产品。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中国的经济体制。在西方国家，土地是个人的，可以买卖，很容易建成大的集团公司。中国的土地是集体的，农民只有使用权，而且还是有使用年限的。这样就决定了中国的农民是个体、小规模的自然经济模式。
没有大型公司的配套销售能力，而中共政府官员没有人关心农民，把他们当成是低端人口。中国水果为什么在国际市场上寂寂不鸣？首先，在海外市场都有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同时，中国没有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法，这就导致我们国内商业育种相对落后。要知道，水果的育种周期非常漫长，培育一个新品种最少也要10到13年。育种成功之后，谁想种就种，完全没有保护，这样的育种成本没有哪个企业能承担。所以，国内育种是由科研机构高校为主。当我们不掌握品种的独家垄断权的情况下，想要走向国际市场就已经非常难了。国际上绝大多数的知名水果品牌都拥有自己的独家品种垄断权，例如佳沛奇异果、爱妃苹果，以及国际上排名前3的苹果品牌等等。其次，中国的果园非常分散，没有凝聚力，也没有品牌运营能力，所以即便是咱们中国科研院校自己培育出来的新品种，也没有能力将好的品种卖上好的价格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最近水果摊上的荔枝的价格大跳水，原价30-40块钱一斤的妃子笑，现在直接腰斩到10几块钱。你以为这是天上掉点馅饼，其实背后的真相有点扎心。今年广东、广西的荔枝产量直接翻了3倍，漫山遍野的果子压弯了枝头，果农们是既喜又愁，喜的是大丰收，愁的是根本卖不完。每天凌晨4点就得去摘果子，还要和台风暴雨赛跑，晚摘1天就可能烂在地里头。更揪心的是，收购价已经跌破了成本价，每卖1斤还要倒贴2块钱的人工费。这场价格暴跌其实就是3重暴击的结果。首先，今年荔枝大年，产量暴涨导致市场严重饱和；其次是油价上涨，运输成本飙升，北方市场的荔枝运输费比果价还高，再加上越南、泰国荔枝同步丰收，进口冲击让国内市场雪上加霜。不过对咱们吃货倒是重大利好。果农水果卖不出去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网上买水果。博主小九说，他在网上买的石榴比在实体店买的价格会便宜一半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现在实体商家要倒闭了。给大家看个东西，这边有2箱石榴个头其实大小差不多。这一箱呢是前几天我在抖音直播间里面买的，这一箱大概是29.9块近30块钱。这一箱呢在实体店买的，包装可能好看一点。这个是卖的是69.9块近70块钱，就这个比这个价格大概是贵了1倍。但是其实看一下个头，其实的话大小其实差不多。我这边的话开2个，我特意尝了一下味道。这边我分别是2个剥出来的，你们从这个品相上面能看出来差距吗？能看出来是哪个贵的哪个便宜的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是便宜的那一款，这个是贵的那一款，这款颜色还深一点我来尝尝味道。先来尝一下便宜的这一款，非常甜，非常甜。我还以为这个便宜的话，这个味道不太好呢，很甜。再来尝尝这个贵的这一款，贵的口感也很甜，2个口感基本上差不多，但是价格整整相差了1倍，而且个头也大差不差，一个卖70，一个卖30，你敢想象吗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买东西都是在网上买东西。有的果农为了给水果卖个好价钱，无底线给水果打各种农药，有的农药可以延长水果的保鲜期，有的药剂可以去除水果里的酸味儿。很多果农都不吃自己收获的水果。这博主提醒说，现在水果完全不能吃了，里面全是添加剂。我是四川这里的人，四川这里的话，我们家里外面的所有土地现在全部已经承包出去了，都是种的枇杷干、丑橘这些东西。可是我想说的是，今年我没有在老家去摘过一个吃过。当然有些亲戚朋友给我送过几个，我尝了一下我说一下，非常的甜，甜的让人发慌的那种甜，吃起来非常不自然。这个水果我小时候也吃过很多，就是我外婆家的水果，他们也有很甜的，但是大多数都是比较自然的，它会略微带一点点酸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门前那些水果全都甜的发慌，甜的很迷人。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？因为我们那些水果全部都打了退酸剂，也就是说甜蜜素，而且是打了非常非常多。我的一个亲戚，他就是打甜蜜素的一个农民嘛，
被每天给他发几十块钱。他说他们去打甜蜜素的时候，把手都打得脱皮了，你可想这个程度有多恐怖。这位博主认为，现在水果生意很难做，以后会更加难做。如果是20多年前，你想在水果市场赚钱，你只要卖的是水果就能赚到钱。比如说你是卖苹果的，你只要保证你的筐子里面就只有苹果，没有什么梨、南瓜甚至红薯，就能赚到钱。因为那个时候是卖方市场，卖方占据主导优势，所以那个时候只要手里有产品，就不愁没人买，就能赚到钱。那10多年前呢，在水果市场想要稳定赚钱就没有那么简单了，因为买卖已经趋于平衡。10多年前在水果市场想要赚钱，就要做出来一个品牌。在10多年前要做品牌还是非常简单的，你只要抱着不骗人的心态就能做出来品牌。为什么？因为市场上大部分的商户都在骗人。那现在呢？现在的水果生意完全是一个买方市场，跟20多年前的情况完全反了过来。那到这个时候，想要在水果市场稳定赚钱就非常困难了，因为现在是同行在增加，买家在减少，你需要服务更多，承担更多。未来几年，1半以上的果农将被淘汰出局。这几年柑橘越种越多，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，而且还有一些人前赴后继正在进入这个行业，价格会越来越低，很多的果园出现亏损。等到扛不住了，那就必须放弃出局。不光是种果的人，做生意的也同样很多人会出局，产地货越来越多，产地走不动，市场也卖不动，竞争血雨腥风，很多人会成为炮灰。比如说去年深圳白果园巨额亏损，上千家门店关门，重庆红酒果业在大量的裁员，说明这个行业现在出了很严重的问题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